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距离，我看一下这个距离。阳。这样啊，我来。好，好，从 PP 舞姿开始。1, 2, 3, 4, 5, 6 and 好，再从这边再来一次。好 ，Ready, 4, 5, 6 and 1, 2, 3, 4, 5, 6 and 很好啊，谢谢。好的，好的，好的。好，你们刚才应该是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你们看第一的感觉一定是感觉到很自然，对吗？这是首先我们第一感觉。为什么很自然？因为它每一步经过的路线，让你感觉中间没有卡壳，明白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首先保持一个点啊，不管你是左边还是右边。我们都要有一个相对概念，就人在运动中其实是相对的，不是绝对面对的，但是它是相对的，就是你的意识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感觉，否则的话，我们很多人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肩膀会打开很多人做这么，然后呢，第二步的时候身体又转跳，所以说跳起来就感觉非常非常别扭，不但别扭，你头也会变成歪的。我做一个坏的例子，大家看看你是不是这么跳的？我做一个坏例子啊。先看脑袋啊，我做一个坏例子 ，1, 2, 3, 4, 5, 6。我跟你讲，我学的入木三分，因为就是那个感觉，因为你觉得你这个地方可以给出那个点，然后你就带着它转了。但实际上这个实际上看起来，好，先说身体，一会儿再说脚啊，脚是至关重要。但我先说一下身体，我说的身体是相对，像我们的侧形舞姿，身体是相对。身体是相对的感觉。什么叫相对呢？其实我们身体会有一个小小的微型，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微型。可是这个微型，你不能就为了微型而是微型，是你的想法里面必须是相对，但相对又不是完全面对。面对你就感觉违背了人的这种自然关系。所以我们是这个相对关系，是相对关系。所以我运动的时候我永远感觉我是要跟它相对的，我感觉是跟它相对的，包括下面动作。好，现在是面对。好，包括在做所有的动作都感觉是相对的。好，这是一个基本关系，这是一个基本关系啊，身体的基本关系。不管做 PP 还是 B 式，我们都是相对关系。不管你随便怎么做，随便怎么做，我们自己男生不能打开。所以这样你会发现，你所有走的方向都是用脚来决定，脚决定的，不是用肩膀去决定。因为左边呢，女生在男生的一侧，男生总是觉得你的方向可能没有时间过去，所以说提前都会转。所以当你提前一转，女生会很难受也就是说你的这个领舞的这个功能没有完成好这是一个概念，这是一个概念。好，现在说一下脚就是这个纺织布的脚。看，我们要想象我们现在走的是一个向前，然后斜的向场中心看你要结束在什么位置。如果我只是做一个这个纺织布的话，我们不加后续动作，那我可能这个动作是做了一个梯形的感觉。什么意思？我走的这个脚的路线是叮叮叮叮叮叮，然后我如果再做右转的话，这个感觉好像是个梯形，好，这是一个大概的路线这是一个大概路线。好，现在说一下这个如何操作这个动作。好，这里面要注意，男生走直线。看男生第一步直线，女生呢跟男生是一样，交叉向前是一个轨道，就是女生有一条轨道，男生有一条轨道不能只是向前迈一步，要感觉你的运动方向从这个角度看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我是走的一条线，他走的也是一条线
因为所以我们是交叉的，这时候你要感觉脚尖和脚后跟是在这条线上，这个弯。好，我们现在写一下。好，第二步，男生不要着急的向前，要让女生走一个小小弧线。女生是稍微有一个弧线的感觉。我们都知道那个拉丁里有个曲棍球不好，那我们把它定义为标准舞里的曲棍球曲棍球。好，他走的是曲棍球。好，这时候要注意这男生的脚一定要在女生两腿之间，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是男生呢，女生也是直走，女生也直走，男生呢在这个脚的位置。就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难受，这个位置就不好了，就看起来就不够连贯。所以我们的感觉是一起向前，然后男生给女生一点时间让她走，然后男生走他两腿之间，然后等我到重心结束时，男生记住这里有个小细节有一个小细节，到这里以后，当你落下来的时候，脚又有一个转动。一定就不是肩我们很多人是这个身体在转。其实在这里，男生尤其向后是脚转，他就能决定你后面的动作是顺畅的。他这个动作是顺畅的现在其实大家就缺少了这个脚的这个转动，所以说你一转就是浑身整体都在转，所以说你会很别扭。然后老师一定会说你不要转，你不要转。可是你要都不转，你又很难受。我们 PP 位出去的时候，男生记住，用前面脚的膝盖去引导后面腿的小腿摆荡，留住你们的后面胯，重心垂直跟上来。上第二步的时候，不要先出后面脚，你们要先让女生回来。先用身体转回来，带动女生回来，你们再去出脚。然后第二步，不要用右手去推女生，右手保持住，给助女生安全的空间，用你们的左手向左斜上方，当然不是往正上方，斜上方是非常缓的，非常缓冲的。斜上方的引导，非常缓冲的往斜上方的引导，带动女生。OK， 男生的第二步，左脚后面那一步，不要向旁去打开，女生过不来的。你们引导完女生过来之后，向前，看到吗？是对着女生过来的。然后到第三步的时候，不要直接落跟，下一步女生会撞膝盖的，所以第三步的时候转过来，看到吗？曹老师的脚尖是转过来，这样下一步我就算贴身体，我的下一步也是有位置，不会去撞身体。然后紧接着后面不要去身体啥都不做，然后用手去带动女生做外侧。而我们的上身都不做，用你们的胯向后带动女生走外侧，然后继续到下一步的时候，吸收让女生站上来，然后打开头和脚开 PP， 这是男生要注意的。脚下是左脚，再看一遍哈，女生我用手帮忙一下，大家看清楚。去摆荡右边，然后摆荡完了之后，打开脚，身体自然会打开。和错误的大家看一下，和错误的想着我要去转过来，转左边，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变形，就没有一个感觉可以抛起来的这个动力。就纺织布是感觉要抛起来的，华尔兹的纺织布哈，所以女生要摆荡你们的右边身体，完了之后左脚身体留住，左边身体留住，打开你们的左脚的脚尖，并且下一点注意开胯，首先想着你们的左腿要开胯，然后
最后要注意你们左脚脚尖的方向，因为在要求男生第3步脚尖方向的同时，女生也要注意，女生不能跳成 1 2 3， 下一步就把自己给堵住了。也要落跟的时候注意你们脚尖指向你们下一步要移动的方向。所以女生在第2步的时候也有几个点要注意：一、摆荡右边的腿和右边的身体；二、打开你们的胯，去打开你们的胯，留住左边的背，打开你们的胯。3、落跟的时候注意你们左脚脚尖的方向，这是女生要注意的，千万不要去用左侧身体去帮自己去做纺织步，就很痛苦了。OK， 然后女生到这儿完了之后，纺织步后3步，也就是我们外侧换步。后3步，女生不要跟 PP 位概念有点像，不要用右胯去挤，因为我们在前进嘛，男生在后退，我们在前进，同样用左脚的膝盖，我从侧面看，女生的纺织步的后3步，外侧前进的这一步，女生的右脚不要用右腿去迈，又会挤男生，用左腿的膝盖，跟 PP 的概念一样，用左腿的膝盖去带动右腿的小腿摆荡，留住你们的右胯，然后继续用左腿的膝盖带动我们的重心移动上去，跟男士 PP 位的脚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方向。女生看着啊，错误的 1， 正确的 and 1。我是靠主力脚的膝盖带动轴，带动动力脚的小腿摆荡上来的。然后第2步，在男生吸收的时候，女生跟随上去，提臀送上去就行了，跟上去。重点在第3步开 PP 的时候，女生不要等着男生去带你们，女生这个地方在后面，我们要把右边推上去，要主动推上去开 PP， 就是反而男生在 PP 位的时候，他们的主动是在头和脚，但是他们的架行是被动的，应该是被女生推上去的。所以开 PP 这个地方女生要主动一点。所以女生第1步外侧换纺织步第4步，应该这么说，纺织步第4步注意点。第5步提臀跟上男生的吸收。第6步记住把你们的右边的手关回去，回头开 PP， 女生要主动关回去。所以 OK， 来曹老师再看一遍女生这几个点哈。1，重复一遍 PP 位，主力脚膝盖带动动力脚的小腿，留住后面的胯摆荡出去。2，不要去转身体，会把男生拉倒，跟着男生的摆荡，男生摆荡左边，我们摆荡右边，跟着他们的摆荡送上去关上去，然后留住我们的左边身体，不可以开，留住左边，然后打开左脚，最后落跟的时候注意2个人的脚尖的方向，然后进入纺织步。纺织步也一样，进入纺织步第4步，看着，如果我用后面腿第4步用右腿去挤，就会跑到前面去。我经常会看到有很多女生挤到前面去了。我要用左腿的膝盖，左腿的膝盖的滚动幅度大小是看男生的胯带动这个重心移动的空间。我们从这个面看男生的胯移动的空间有多少，而不是用女生自己的右胯挤出去的。跟随男生
然后摆荡小腿，我的右胯，从这个面看得清楚一点。站上去之后 ，OK， 看我的右胯是留在后面，不要去挤在前面，留在后面的，跟着男生。然后男生在吸收的时候，下一步我们跟上去，男生吸收的时候我们跟上去，最后女生不要掉在后面，把你们右手给上去，开 PP， 这就是女生要注意的。OK， 女生能听懂吗？梯形走了一个梯形，普遍我们小步一点，从正面做，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方向比较清楚一点。比如这是长线哈，比如这是长线，我们非常小步，我们侧行位是对向鞋场中央的方向出去的，然后第一步是走鞋场中央的，第二步就往逆5成线的鞋场中央的方向去摆荡，最后结束位对向5成线。我把这一面当长线5成线哈，然后第4步往5成线移动，第5步继续往5成线移动，不要往斜面移动，继续往5成线移动，然后最后一步往斜墙壁移动。所以相当于走的是一个梯形，的方向，大概清楚吗 ？OK， 我给大家跳一遍看一下哈。华尔兹，来，几个方向都小步跳一遍，这个没办法跳太大，这个动作移动有点大，大家会看不到。我们步伐小一点哈，可以让你们看到完整的。4、5、6， 1、2、3、4、5、6，这不行，这一面太短了，从这面跳吧。4、5、6， 1、2、3、4、5、6。OK， 这一面再跳一遍，准备。4、5、6， 1、2、3、4、5、6。OK。仿制步啊，我们男士在做的这个仿制步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这个 PP 形态，对吧？1、2、3，就1、2、3结束，是吧？那么这几个基础的步伐，它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在 PP 结束之后，落你的主力脚重心，摆荡你右脚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在去做重心向前摆荡的同时，你一定要用你的右脚重心推到你的左脚重心的同时，你的后背这个地方开始产生转动和挤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感觉吗？能不能看到？就是你看，我会有个这样的动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挤压的一个状态当中，而产生向右边去做转动的同时，用你的臀后肌和你的胯位重心去做更好的引带摆动脚，然后还原到这个重心。这就是我们男士在做到这个仿制步你需要去注意的一个事项。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练好了之后，你再可以去做很高级的倾斜，是吧？才可以去做这种很高级的这种向右侧去做倾斜，然后再回来。就是你看，我要把右边送出去，然后还原重心，还可以添加头位，然后还原到左边。这就是你需要练的，而且你还要更需要练的就是你们的脚踝力量。那你想想，你的脚踝都立不起来，你一立到这个地方，你的脚踝在这里晃来晃去，你无法完成你的主力脚重心了。你想想，你这个摆动脚是不是很危险了？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人在晃。那么我们怎么通过？第一，我们要练脚踝的训练。第二个，当我练好了这个脚踝的训练，我怎么样才能去有更好的平衡？是不是就要通过你的后背和你的核心系统把它稳定住，然后在这个平衡上面去做倾斜，然后还原重心落地呢？是不是要去再去完成它？它是一个步骤的，你需要去完成这个步骤。这是我们男生。那么我们女士是有点难度的。刚刚的朋友说，那我们女士在完成这个 PP 位，那1、2、3结束。OK， 上我的左脚重心摆动转，
1、2，我们女生首先要去做到的就是两脚要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通过左脚到右脚的这个平衡点的时候，我的右脚的臀后肌，你看和你的膝盖要进行转动，要让男士的这个右边能上得来，也就是说我们女士要把我们的左边的整个身体和胯围要让开。那么让开这个重心还不能马上的让开，它不能是一到这个重心就是1、2就打开这个脚，是很容易让男生站不稳就倒下去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左脚重心先留在前面，先让我们的身体到达右脚后跟的那个重心，当然不是落跟，是重心一定要在后面这个重心，把脚留在前面，通过你的核心和身体，你看吸进来，看到没有？我有一个这样的吸重心，然后把脚打开，然后让男士进来。还有头位重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头位，就1、2、3，你看我会1、2、3，看到没有？我头还要产生一个向我的左侧去做打开的，也就是这个脸，看到没有？就好像 follow 一样的，你要去做这个脸的引带是一个感觉。那么这个重心向后，那么很多人会问，那申老师，那这样向后我会不会往后躺？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的重量和重心是往前给的，而不是把核心的力量往后给。如果你越往后给，你的重心肯定是往后倒。但是我的身体重心，我在垂直的时候，你看我的重心是向前给的，看到没有？我有个力量向前给的同时去做转动，你的身体才能保持在垂直的情况下去做到上半部分的胸腰展现，才能引带我们男士过来。这个在我们的纺织步当中你需要去练习到，包括我们女生的右脚的脚踝怎么从一个大字形变为到，你看我会改变胯位，移动重心到后脚，然后核心收紧，头位引带，完成重心落地，我们才能跳出很飘逸的感觉，才能让别人觉得我的音乐可以做的这么的饱满。这是不是都是需要你们把基础练好了才能跳的动作？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